巴黎这个时尚之都，在2013年之前，有长达200年的时间是不准女生穿裤子的。不过，有一位重要的法国女性，不但没有在鸟这个法令，甚至设计出简单利落、直线条的裤套、裙套装，也造成了另外一股解放女性的时尚风潮。嗨，我是维若妮。Coco Chanel，20世纪时尚圈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女装设计师。1883年出生，历经1战、2战的 Chanel，20岁之前的人生可谓是命运多舛，是少数没有受过专业服装教育训练，但却影响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传奇设计师。童年在孤儿院度过，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巴黎知名的圆顶餐酒馆当驻唱歌手。圆顶餐酒馆位于塞纳河的左岸，是上流社会阶层、知识分子、艺文人士，甚至艺术家毕卡索以及文学家海明威最常去的一个据点。即便走非典型的传统路线， Chanel 并没有让他的设计天分被埋没。27岁便以设计帽子开始，开了第一家的帽子专卖店。根据记载， Coco Chanel 历经约莫30段感情，她的自信自大堪称时尚圈最强专业小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她最有名的2段感情都是小三身份。第一个是法国的纺织大亨，并开启了他上流阶层的人脉网路，但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1年多之久。香奈儿并离开了这个纺织大亨，并跟这个纺织大亨的朋友开启了长达9年的爱情，最终也是以小三的角色收场。借由男友 Boy 的资助， Chanel 成功的在27岁到35岁之间开启了人生第一家帽子专卖店、休闲服装设计店，以及最重要的第一家高级服装定制店 Chanel。 最能代表品牌的明星经典产品，而且还1年比1年贵。第一名 Chanel No.5 香水，第二个2.55包包，第三个 Boy Chanel 包包，再来就是斜纹软呢套装系列，最后就是 Karl Lagerfeld 设计带有山茶花系列的靴子以及芭蕾舞鞋。38岁的时候 ，Chanel No.5 香水的诞生，开启了香奈儿女士长达20个年头的事业高峰。关于 Chanel No.5 的取名由来，除了5号是香奈儿女士的幸运数字，有一个说法是算命的告诉香奈儿说这个名字会火。第二个说法是5号香水经过无数次的测试，在第5次测试的味道是 Chanel 最喜欢的味道，于是取名为 Chanel No.5。1950年代，美国好莱坞知名性感女星玛丽莲·梦露曾在公开的访谈中，由于不能够直接回答说她有裸睡的习惯，于是便说了“我只穿 Chanel No.5 睡觉”，瞬间造成轰动。据说当时每30秒就能够卖出1瓶 Chanel No.5。取名字诞生日期2.55包在1955年2月问世。身为社交名媛，需要穿梭在上流社会阶层的香奈儿女士，当年对手要一直拿着手拿包这件事情非常困扰。取自英国水手肩背包的肩带灵感，香奈儿帮自己在1920、30年代拿的手包加了长肩带，从此改写女包的历史，2.55就此诞生。80年代 Karl Lagerfeld 更是把2.55发扬光大，设计成不同尺寸、不同面料、不同颜色，让2.55立马变成全球搜寻度最高的包包。黑色跟白色或者是黑白配是最能够代表 Chanel 的品牌颜色。关于香奈儿产品，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巧合是，约莫80年末90年代的初期，欧洲一线品牌尚未大量进驻亚太地区，包括台湾的时期。当时的亚洲社会更是保守，能够出国旅游商办的多数是以男性为主。也因为如此，除了少数负担得起香奈儿产品的正宫富太太们，小三、小四，甚至是夜总会的五小姐们，都是香奈儿产品的爱好用者。香奈儿的产品也成为那个年代能够出国旅游、有身份地位男性朋友们绝对不会出错的爱情小物。除了本身丰富传奇的情史，知道利用不同的感情人脉，同时拓展他的事业版图，甚至有更猛的谣言说 Chanel 是纳粹的密探，甚嚣而上。
即便二战时期被德军占领，又或者是在巴黎有自己的公寓，在香奈儿一生中有长达30年的时间，前后陆续的住在巴黎丽兹酒店。虽然香奈儿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品牌，但在服装方面，除了流传这么多年的经典不败斜纹软呢套装系列，加上 Karl Lagerfeld 在上任的初期有一些破框、重金属摇滚、纱裙元素，没了。我们就期待新的设计师 Matthew Blazy 在上任之后，是不是能够在服装方面带给我们新的惊喜。从主流表面的角度看来， Chanel 的人生之所以成功的最重要关键因素，除了不鸟别人的眼光，当然更重要的是他非常了解自己天生的优势，并能够善用这个优势，抓住人生不同阶段能够让他向上的人脉。在父权为主的20世纪，经历多年的战争动乱，凭借自己的设计天分、生意头脑以及高段班的社交手腕， Coco Chanel 一步一步打造自己的香奈儿王国。当然，这背后重要的推手是 Withmere 家族，但没有当年离经叛道的 Coco Chanel， 就不会有今天的香奈儿。以上是今天的影片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集见，拜。